现在曾杰死了，你才说他家暴你，我们怎么去帮你取证呢？我有证据。你在自己家里装监控拍这些？对，我说过，我想过要抓曾杰出轨的证据，所以在家里安装了摄像头。在自己家这么做，应该不犯法吧？所以说，曾杰在你出车祸之前就经常家暴你。结婚1年后就陆续开始有了。严格的说，很多时候是我找打。我也不是那种百依百顺的妻子，经常会惹怒他。我觉得曾杰有心理问题，他经常会容易失去理智的暴怒。每次我们争吵，基本都会发展到他对我动手。监控没声音，如果有的话，可能你们也会觉得我说的话很欠抽。但和他暴怒一样，我也控制不了自己在争吵的时候，会说出一些很伤害他的话。白小玲，你的视频，的确，你的视频这样看非常有说服力。但是是经过精心剪辑的。不剪辑的话，会有很多我特别狼狈的样子，有很多我衣着暴露的样子，还有我不化妆的素颜，这些没有必要留下吧。所以说，你收集曾杰对你家暴的证据，收集了1年多的时间。原本我是准备打离婚官司必要情况下再拿出来的。你说你最开始装监控是为了抓曾杰出轨的证据，他经常带人回家吗？我以前经常外出，不确定他会不会带回家，但从后来的情况看，他很谨慎，从来都不会在家里做些什么。我就是好奇啊，抓出轨不应该把监控装在卧室吗？你怎么装在了客厅里？毕竟是我老公，他的喜好我还是知道的。他伤害了你，还伤害了更多人，你不希望揭穿他的所作所为吗？我们不能让其他人再被那种人渣伤害了，一起作证。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是能帮助到白秀玲的。让我来作证，可我不想露面。之前我跟曾杰的那些事儿，我后悔还来不及。他的事儿，以后别再找我了。我早就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牵扯了，最多点蜡烛，放句话，默哀一下他。这还是看在我是他学生的份上，能理解吧？难道说还要我当面缅怀他呀？是让你站出来告诉大家，曾杰是个败类，玩弄女性还私头杀妻，你缅怀他做啥子？你还真觉得他是好人呐？我又不是为他哭的，我只是在缅怀自己的青春，怎么会改成那样的人？死了？天哪！发誓真的会应验吗？老天有眼。不过跟渣男恋爱过的回忆，确实挺丢人的，我也不想再提。哎，这姑娘说的也没错，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怎么着？给他们钱都不干？这不是钱的事儿，这几个女孩要么不想再牵扯进来，要么就觉得人都没了，这时候站出来也没必要了。难道就让曾杰干那些破事儿就这么烟消云散了？对，外面来了些记者，说要采访你。采访我？他们要问白小玲自卫杀了曾杰的案子。这事儿记者怎么知道啊？不行。喂，张局。网上的舆情非常严重，说这个曾杰搞婚外情、骗财骗色，他老婆都残疾了还要把他杀了，都在骂他死有余辜。尽快把案子落实掉，要给民众一个交代。当然，必须查清楚，不能出错。好的，放心。这几篇帖子
在全网已经开始转发起来了。这叫好事不出门呐！哎，你看那个，已经有大 V 在发帖，不少人都开始转发了。行啊，会玩。都下本了呀？都是你们人吧？哎，你来了，野哥出手阔绰，把整个网吧全都包下来。差不多行了，再停下来吧。停什么？你让他们发这些干嘛？杨志辉，我告诉你，目前这个案件还属于调查阶段。我影响你办案了？你这么做是在制造舆论。我陈述事实真相，怎么就成制造舆论了？你觉得这是真相吗？这不是真相，这只是你的推断。这怎么不是真相了？曾杰是不是跟过一个富婆？他的工作室是不是吃货股啊？他是不是诱骗过女学生？白小玲是不是出过车祸？杨正辉，你这么强烈倾向性的分析是会误导公众的。这不是误导，这是指明。李警官，这么明显的案子，你在怀疑什么呢？是不搞复杂了，你就显得自己不厉害了，是吗？大辉，咱俩也算是认识一段时间了，你觉得我是罔顾事实的人吗？这个案子明显是有疑点，我不可能视而不见。你要是想给白小玲安上莫须有的罪名，我也不可能视而不见。野哥他也不会视而不见。你们做这样的事儿，是站在什么立场，又有什么资格这么做？我本来就没有资格。至于野哥嘛，他不知情啊。睁眼说瞎话是吧？少赖是吧？行，我今儿告诉你，不管你们怎么搞，这个案子我肯定调查清楚。这东西你们是怎么弄来的？几位是？哦，行业大佬。什么行业？律师行业呀。不是说你是大佬吗？我就他就是个弟弟。是，别说曹荣了，全省人家都是这个。不知道几位来找我是为了白小玲？白总呢是我们的雇主。白小玲什么时候找的你们？我说的白总是白小玲的父亲。那有何指教呢？既然现在你已经是白小玲的代理律师了，我觉得也就没有必要再换人了。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尽快决策，尽快开庭审理，尽快拿到一个结果。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想没用啊，得做才行。不过，我估计你跟你的那个小律所，做起这件事情来也很够呛。现在开始，我们来执行，我会安排好一切，你出面就行。你所需要的所有支持，我们都会给到你。哟，那荣幸啊！我向您学习。我没工夫教你，我安排好一切，到时候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这种小案子，没必要整得太复杂。对，像这个对我们就很有利。它记录了1年半以来曾杰的11次家暴，这还剪辑成了一个合并精华版。那个得给白小玲打个码吧？那是当然，必须得尽可能的保护好白小玲小姐的隐私，这也是白总的要求。收到。晚上8点，我到你的办公室跟你开个会，讨论一下开庭前的细节。没问题，恭候几位。还有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，足够你做准备了。那慢点儿，大哥。这白小玲她爸可真行啊，这么顶级的律师团队都找来了，妥了，这案子妥了。哎呀，你说人家这视频弄的，要不说是顶级团队呢，我得想想办法，我也得把自己弄顶级喽。
你就是杨振辉？对，是我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这位是我的朋友李德，他是个警察，曾杰的案子就是他负责的。警察要叫我，直接让我去公安局不就行了？犯得着加我微信约我半天吗？你不会是骗子吧？大哥，证件出示一下。其实呢，你和曾杰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啊，但是有一些情况我们希望了解一下，所以其实今天是我找的，我不是警察，但是我们问的问题也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。你到底是不是警察？不过，你跟这个案子没什么关系，现在也不是警方询问，所以呢，你想聊就聊一聊，不想聊，我们也无权过问。行，聊呗。网上的新闻我都看到了，知道曾杰出事了。你知道曾杰结婚了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父亲是他的直属上司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那知道你还和这种人？这种人，他是哪种人？你觉得他是哪种人？渣男。对啊，无所谓了。他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杀人不成反被杀，连自己站不起来的老婆都打不过。还好我早就跟他分手，不然真觉得有点丢人。你觉得曾杰会想杀了白小玲？网上不都这么说吗？咱们先抛开网上那些不确信的消息，以你对曾杰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对白小玲下手吗？他会想白小玲死。为什么？离婚，别人会说他抛弃残疾的妻子，毁口碑吗？他是曾大师，而且他们家的钱几乎都是白小玲家的，离婚能分到多少，真的很难说。你觉得他很在乎钱？他在乎的是有钱。回房间换一件吧，这件拿去洗。真是比我还浪费，直接扔了换件新的，洗洗熨熨不就好了？挣钱是为了干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熨平褶皱？所以啊，杀了白小玲，不但钱留下来了，还自由了。以你对曾杰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对白小玲下手吗？会。他和白小玲有这么大的仇吗？就算是离婚了，可能会失去很多，但也不至于一无所有吧？你知道曾杰都是怎么处理有宗眼的作品吗？我看到过，他把他们全砸了。他是个完美主义者，有宗眼的作品他宁可砸掉。他曾经说过，有个蔑视他的妻子，对他的人生来说，已经是个宗眼了。对呀，他还有这个动机。但是人和陶瓷又不是一样的。对曾杰来说，是一样的。你看看。不好意思啊，是不是网上那些传闻让你知道曾杰骗过很多女孩子？你对他有怨恨才这么说？他有多少女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个渣男。那咱们没什么问题了吧？谢谢你，陈小姐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不知道白小玲有没有告诉你？当然，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女生都会非常介意。什么事情？其实，曾杰他自己也有一个宗眼。他是不是有什么残疾？应该叫隐疾。这不可能吧？我没有必要污蔑他，他都已经不在了。我的意思是，
如果白小玲以这个作为理由跟他离婚，他一定会非常愤怒的。我提一个假设的问题啊，假设你觉得白小玲会对曾洁下手杀掉他吗？会吧？为什么？他跟他不是玩玩而已。白小玲把自己都嫁了，结果没想到自己嫁了这么个玩意儿，换谁不得崩溃啊？如果是我，我也会想杀了他吧。不过至于敢不敢，会不会，我想应该不会吧。你觉得不可能，是不是因为娟姐啊？曾洁要是不好，娟姐就不会帮助她那么久。不然呢？不然娟姐图的什么？那就是之后不行。之后，哎，非常合理啊！白小玲跟他结婚了几年都没生孩子，合乎逻辑。毫无逻辑，他都不行了，还怎么到处找女人？王者你没玩过，人菜瘾大。我回局里了，你捎我回去啊。开门。你自己走，要不是你约到陈雨禾了，我都不想搭理你。哎，睚眦必报不至于吧？你我只是观念有所不同，但目标是一致的。小人同而不和，君子和而不同，咱们可是。李德，你个小心眼儿！我打个顺风车要8块钱。毕竟闹出人命了，要是人没死，一点事儿没有，哪知道刀刀致命？这不是老天让曾洁死吗？现在这情况，就等着吧。怎么说的好像已经胜利在望了？现在不也挺好吗？他因为身体原因取保候审，不用一直在看守所待着，这就是胜利在望啊。曾洁纠缠的那些钱，我已经追回来7七8八。虽然呢，还是有点损失，无所谓了。辛苦老爸了。哎，我还给曾洁的妈妈送了点钱，不多，但是足够她生活了。我烦他。如果她继续闹，那不就更烦？林珊判了吗？判了，包庇罪加敲诈勒索罪。案发以后我联系他，他能第一时间去自首，也算是个言而有信的人。挺好。帮张小红联系个医院，把她的腿治了吧。我答应过的。会有安排，还给他留了点钱。不过我听医生说，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。即便能站起来，但以后都是个瘸子了。挺好。跟站不起来相比，瘸算什么？哎，想吃什么？爸爸带你去。我想想啊。白小玲，我问你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想你身败名裂，让别人都知道道貌岸然的曾大师真实的一面是什么样的。我想你去死，你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我父母，利用了我的情感，我的信任，耗费了我最好的年岁。我还想站起来，不再做一个残疾的女人。白小玲，我们有这么深的仇吗？有，曾洁，我从来没有被人这么欺骗过，没有被人这么背叛过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憎恨过一个人。
夫妻一场。既然你都这么想了，我就不解释了。你不是想离婚吗？好，离。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好啊，我想办法给你。这不叫给，叫还。随便你怎么说。你还不还无所谓了，我根本不在乎。你欠我的，拿命还都算便宜了你。要不是当时我瞎了眼跟你结婚，你现在也就是个普通老师，哪能像现在这样，已经当上草荣最年轻的教授了，连年晋升就没停过，更不可能去参加花很多钱的毫无意义的比赛，拿下一个又一个的大师头衔。你用我的钱成就自己，用我的钱搞你的工作室，还用我的钱搞很多女人，现在又用着我的钱带我来旅行，美其名曰说要修复关系，修复什么？你想修复什么？想哄哄我，然后继续花我的钱？你能修复什么？曾姐，你的那些破事我都已经查清楚了，你觉得我还能信你什么？还我想离婚就离婚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句话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话真的不要说的这么难听。我一直没有跟你离婚，是我也不想让你过得太惨。其实离婚对我的影响并不大。你呢？站都站不起来了，跟我离了婚，你怎么办啊？离婚？你想得美！谁告诉你的？我双腿站不起来。你老公是年轻的大师，别忘了，是我曾大师的夫人。我要的不是离婚，是丧偶。曾大师，这个反转惊喜吗？我说了，谁跟你说过我一直都站不起来的？一直以来都是我告诉你的。这1年多，我坐在轮椅上也是很辛苦的。我爸前几个月就已经没事了，恢复得很好。但凡你有一点点的孝心，哪怕是做个样子去探望一下，都瞒不过你的。别急，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
这3刀会引发你的大出血，让你感觉非常的疼痛。其实现在送你到医院还是可以抢救的，不过你没有时间了。我犹豫过要不要用这种方式，每次想放弃，你都会让我重新下定决心。在你不回家的每一个夜晚，我都会独自跑10公里，练几10组哑铃训练，确保我的手臂有足够的力量把刀插入你的身体。我每天练力量、练核心，吃牛肉、吃优质碳水。你没有观察过我的变化，但你没发现，其实这1年我的气色都非常好。因为你妈妈的突然到来很可能会打乱我的计划，我不得不掠食小计把她逼走。现在我要花点时间布置一个现场，等我弄好，你也就错过了最后的抢救时间。今天晚上因为我跟你摊牌提到了你外面有人的事情，所以你恼羞成怒要伤害我，你刺向我，我下意识抬手阻挡，你割伤了我的手臂。比想象中要疼，不过还能忍。你发了疯一样冲过来要杀我，但你冲得太猛了，被餐车绊了一下。所以你没有刺中我的喉咙，而是扎掉了我的肩胛。低一点儿，以后我还要穿吊带呢。这一刀刺得并不深，但是你踉踉跄跄的刀脱手了。掉到了地上。我拿到刀本能的自卫，你还要冲过来。第1刀就捅在你的上腹，应激反应刺激我，又刺中了第2刀和第3刀。我吓坏了，又站不起来，慌乱中看到了酒店房间的应急按钮，我只能用力爬过去，按下钮报警。谢谢吧。这整个流程我也演练了很久，原本我是打算在家里完成的，但刚好出来旅行，我就应对着做了一些调整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对今天自己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。爸，我们去吃大排档吧。小时候你常带我去的那家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还是这句吗？对，我你挑词儿。对呀，他还有这个动机。这人不是持续的，
人和瓷器又不是一回事儿。以你对曾洁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吗？对不起，我生气了。2、1，走！第二，谁告诉你的？我是个残疾女人。然后，那准备，1、2、3。这一切我也演练了很久，这整个流程，那天晚上我跟他摊牌，想说，索性就离了吧，是索性离吗？我这词儿不太利落。那天晚上我跟他摊牌，其实是想说索性就离了吧。我少了一句话吧。这是对的。你感觉他。